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甚至是靠它赚钱，但在那之前有一道门槛，你一定要先跨过去。1000订阅加上1年内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没过这一关，广告收益是打开不了的。后面想谈品牌合作、卖课程、做联盟行销，全部都少了一个基本的信任门槛。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冲，是怎么最快的冲过去。今天就讲5件事情，让你用最短的时间把第一个1000订阅拿到手。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先讲底层逻辑，这样你才知道接下来5件事为什么是有效的。YouTube 不是在发现你，它是在调查你。一支新的影片发布， YouTube 不会马上决定要不要推广，它会先做一个小范围的测试，把你的影片展示给一小群人观看，可能只有几十人到几百个人，这群人里面大多数是还没有订阅你的陌生人，他在看的是这一小群人的反应，会不会看完，会不会中途离开，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互动，反应好他才会把你推到下一个层级，范围更大一点的受众，再看一次他们的反应，反应持续好，范围才会一层一层的往外扩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影片是慢慢累积起来的，不是发布当下就爆的。他在调查的问题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这支影片属于谁？你回答的越快越清楚，它测试你的速度就越快，你冲过1000订阅的时间就是越短的。回答不清楚，它的预设反应就是保守，是不推，你就会卡在原地，越拍越多支影片，订阅数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接下来这5件事都是在帮你把这个答案讲得更快更清楚。前3件事决定 YouTube 愿不愿意把你推出去，后2件事决定被推到的人愿不愿意留下来按下订阅。第一件事，先把频道承诺定成一句话，公式很简单，我帮助谁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而且不需要什么常见的顾虑。不是我想做理财内容，是我帮助刚出社会的人看懂薪水该怎么分配，不需要你懂任何的投资知识。判断这句话够不够清楚，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你讲给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听，他听完能不能猜到你下一支影片大概会讲什么？猜不到，代表这句话还是太模糊了。这句话定下来之后，头像、横幅已经发过的影片全部都要对得起这句话。如果你过去发的影片主题是很杂的，不用全部删掉，可以使用播放清单去把频道承诺有关的影片集中起来，放在主页的最上面，让新的观众第一眼就能够看到是符合承诺的内容，不是你早期还在摸索的那些测试。一个新的观众点进的主页，5秒内就要能够判断这个频道以后会不会持续给他有用的东西。这一步很多人都跳过了，急着拍下一支影片，然后主页看起来是很杂乱的， YouTube 也没有办法快速的归类你频道，从1000订阅的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第二件事，前期的题目要选搜索型，而不是选大词。如果说你的题目是怎么变厉害这种大词， YouTube 是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应该推荐给谁的，你就等于是在跟全世界的创业者抢同一批人。比如说你做健身类的内容，怎么变健康就是一个大词，深蹲、膝盖、内夹怎么矫正才是具体的问题。换一个领域也是一样，怎么学好英文是大词，面试英文、自我介绍怎么讲才是具体问题。题目具体到某一种人遇到某一个明确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YouTube 搜寻反而是更加容易把你和正在找答案的人配对起来的。要找这类的题目，最快的方法不是自己空想，是去看同类型的创业者影片下面的留言区，大家在问什么，卡在哪里，哪些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人题库。如果想有更加系统的去确认这些题目到底是有没有人搜索的，搜索量大不大，我自己会使用 vidIQ 来直接看关键字的数据，观众实际在搜索什么，搜索量的高低，它会直接的显示出来，比纯粹凭感觉准确很多。那连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折扣码是Grayson30，你输入就能够享受30%的折扣。早期没有大量推荐流量的时候，搜寻它是最稳定的免费流量来源，因为它
它靠的是明确的搜索意图，不是靠演算法去猜你适合谁。等频道有一定的基础，订阅量过了某个门槛，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往推荐型的题目走，因为在那个时候 YouTube 已经有足够的数据认识你，愿意主动的去把你推给首页浏览推荐里面的人。但是冲刺1000订阅的阶段，先把搜索类型的题目做扎实。第三件事，用 Shorts 加速人气道。Shorts 的职责是把你介绍给从来没有看过你的人，这是它结构性的角色，不用怀疑。你不需要靠它自己去证明什么，真正决定它有没有用的是你有没有在里面留座桥，让对的人愿意点进去看你的长影片。这座桥要怎么搭呢？有几个具体的做法，可以在 Shorts 快结束的时候口头提一句，这个问题我在长影片里面讲得更加完整。也可以把置顶的留言放上长影片的链接，或者是干脆把长影片里面有洞见的一段剪成 Shorts， 反过来进行导流。举个例子，假设你的长影片讲的是新手最容易犯的3个记账错误，你可以只挑选其中一个错误，剪辑成一支30秒左右的 Shorts， 开头直接丢结论，你的记账可能从第一步就错了，中间快速的讲完那个错误，结尾留一句另外2个错误我在长影片里面有完整拆解。观众如果说被这句话勾住了，自然会点进你的主页去找长影片。操作节奏上面，一支长影片我会建议至少剪1到2支的 Shorts， 不用等到长影片发布才动作，前后几天分开发布都是可以的，让你的 Shorts 反复的去给你的长片进行引流，哪一支 Shorts 带来的订阅转换是比较好的，之后就多剪类似结构内容。这件事情是可以持续迭代的，不是发一次就结束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你的 Shorts 内容是跟频道承诺完全脱节的，你为了求快随便的去追踪热门事件，结果吸引到的是对于你频道承诺没有兴趣的人，这种订阅转换率就很低，就算涨了订阅后面也留不住。一支 Shorts 它让100个陌生人认识你，其中只要有一小群的人点进到你的频道首页里面，看到你讲清楚的频道承诺，订阅这个动作就会自然发生。那前3件事它解决的就是曝光的问题，让 YouTube 愿意把你推出去。接下来还有2件事情，解决的是转化的问题，让被推到的人真的愿意按下订阅按钮。我马上接着讲。曝光这3件事情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它们不是各自独立的技巧，是一套系统，少一块效果就会打折。这也是很多人卡住的地方，逻辑听懂了，但是频道怎么排进实际的拍片节奏，题目要怎么排， Shorts 要怎么搭，脚本要怎么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在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里面，把从0到1进一个 YouTube 频道该懂的东西整套拆解给你，频道的定位怎么抓，选题的策略怎么建立，脚本应该怎么写，不是零散的技巧，是一套可以照着走的系统。如果说你听到这里了，觉得我知道逻辑了，但是频道到底应该怎么从头做起，选题的策略要怎么建立，脚本又该怎么写，课程的连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你可以去看一下具体的课程信息。那第4件事，前30秒的流程要设计过，不要靠即兴的发挥。回到刚刚讲的测试逻辑， YouTube 把影片推荐给小范围的人群之后，看的第一个讯号就是这群人愿不愿意留下来。前30秒留不住人，这支影片在测试池里面先被判出局了，范围不会再往外扩大，后面拍的再好也是没有机会被看到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拿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种开场，观众点进来的那一秒就是要先给结果，或者是丢出一个悬念，证实你标题讲的那件事情是真的。第二步，每隔10几秒用画面切换、字卡或者是一个停顿，重新抓一次观众的注意力，不要让同一个画面撑太久，注意力一旦飘走，很难拉回来了。最容易失败的开场结构就是先铺垫背景，再讲重点，观众根本就没有耐心等你铺垫。反过来，先讲结果或者反差，再解释原因，观众会因为好奇为什么而留下来。影片能够撑过前30秒的测试，才有资格被推到更多陌生人面前，才会有机会变成订阅数。第5件事，
订阅的理由是要具体的，不能够只说记得订阅。记得订阅这句话对于观众来说是没有任何行动的理由，他听完就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影片的情绪最高点给一个具体跟下一支影片有关的订阅理由。比如说，如果你正在做某件事情，我下一支影片会拆解某个具体的问题，不想错过的话可以先订阅。这个时机点是很重要的，情绪最高点通常不是影片最后，是你刚讲完一个关键洞见，观众心里冒出原来是这样的那一刻。行动呼吁放在这里是比放在结尾是更加有效的，因为观众这个时候是更加相信你的。而且这句话每一支影片都应该不一样，要跟这支影片实际讲的内容绑在一起，不要用同一套罐头台词。罐头台词观众听多了就会自动略过。早期这批的订阅者还可以透过社群贴文还有留言区的经营更加紧密，发一个投票或者是幕后花絮，第一时间回复每一则留言，把路过的人变成真正追寻的人。把这5件事情串起来，你会发现他们是同一套逻辑5种的执行方式。前3件事让 YouTube 愿意推你，后2件事让被推到的人愿意留下来按下订阅。1000订阅其实只是这一道门槛的一半，另一半是4000小时的观看时数。很多人订阅冲过了，反而是卡在这里卡更久，因为冲时数用的方法不对，越冲越慢。那我的下一支影片我会告诉你怎么用最快的方式把4000小时的门槛快速的冲过去。